大家好，前一阵子呢，因为我的电脑挂了，坏了主机板、power 还有记忆体，所以呢送回原厂维修，因此呢修了整整2个多月。这个期间呢，非常感谢大家还是支持我的频道，常常私讯我询问何时才能更新。现在呢电脑回来了，所以呢跟往常一样，每周5晚上9点更新。而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阴阳眼特辑。还记得之前的影片有提到，分享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呢，是我的好朋友小乖所介绍的一个姐姐，她所提供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呢，就是她的儿子。这个姐姐的儿子从刚出生几个月到现在已经20几岁了，一直拥有阴阳眼这种特殊体质的人。而今天说的故事呢，就是他在成长中遇到的故事。同样为了方便叙述，因此呢，我将用姐姐的角度，第一人称呢来叙述这个故事故事开始咯。因为儿子从小就有阴阳眼，当儿子1岁多的时候，为了生计，我承租了一栋透天厝，1楼的店面呢是我经营美发厅，2楼的部分则是妹妹跟妹婿住的地方。因为美发院是每天营业，而休息的时间呢，大约都是在晚上9点左右。唯一的消遣呢，就是下班之后和妹妹、妹婿还有几个朋友呢，留在店里打个麻将，发扬一下国粹的伟大。当时我跟儿子呢是住在妈妈那边，所以呢摸个2圈之后，每天都会在晚上大约11、2点的时候回家。因为回家呢都会经过凯旋路。有一天下班打完麻将之后，大约在晚上11点多，我就载着儿子回家。因为当时他还小，所以呢我都会让他坐在摩托车前面，也就是站在脚踏板的这个地方。结果骑在凯旋路的时候，有一条交叉路口，在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从我们面前骑过去。因为半夜的路上都没有其他的人跟车，所以我下意识呢就看着那一台摩托车骑过去，是一个大约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个时候呢，我儿子就突然问我说：“妈妈，那个叔叔要载阿姨去哪里？”我心里想，什么叔叔，什么阿姨呀？所以呢，我就问儿子说：“你在说什么？”结果儿子呢就指着刚刚骑过去的那台机车，就说那个叔叔是要载阿姨去哪里。结果我一看，整条路上呢都没有其他人啊，就只有我们一部机车跟刚刚前面看到的那个年轻人的那一部机车，哪来的阿姨？所以呢我就问儿子说，什么阿姨？她在哪里？因为当时我的机车是停下来等红绿灯的状态，所以呢我儿子就说：“你都没有看到吗？”然后呢就指着刚刚那一部机车的背影，就说那个叔叔后面载着阿姨啊。因为儿子呢本来是坐在摩托车前面，手握着后照镜，结果呢他就走下机车，来到我的机车后面，然后拍了拍后座说：“那个阿姨呢就坐在叔叔的这里，你都没有看到哦。”我一听到的时候，整个毛发都竖起来了。因为半夜路上根本没有车也没有人，唯一的一部机车就是刚刚呢从我面前骑过去的那一台，但是那一台机车上面根本没有什么阿姨，从头到尾呢我只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骑在上面，哪有什么阿姨？听完之后，我马上载着儿子呢快速的冲回家，因为我知道呢我儿子又看到了。后来我才发觉，我儿子呢会问大人这些奇怪的话，是因为他看到的那些人跟我们平常的人不太一样。因为他还小，所以不懂得
那些人并不是真的人，所以呢，他才问我们这些问题。如果是正常的人，他就不会问。后来到他3岁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上幼稚园，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蛮会讲话了。那个时候美发院里呢有一个客人，当他得知呢我是暂时住在娘家，所以呢他就很大方的说呢，他有一个空屋目前没有人居住，可以很便宜的租给我。而这个空屋呢是在一个邮局的5楼，整个空间非常的大，大约呢有50几平，其实呢真的超级大。可是呢他只租给我5000元，对当时的我来讲呢，如果要找好一点的房子都要上万元。对单身又带一个小孩子的我来说呢，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为除了我还有小孩每个月的生活费之外，还有美发院的店租要付，而这里的租金呢只要5000元，而且跟工作的美发院呢又非常的近，所以呢我就决定搬到这里来住。由于这里是空屋所以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50几平的地方一进去就能看到四周呢都是很大的窗户。当时的我呢只有搬了我跟小孩子的床还有化妆台过来，因为用不到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我只使用里面的一个房间当成我跟小孩子睡觉的卧室，而另外一间日式房呢就当成了儿子的玩具间。因为每天呢都是晚上的11、12点才会回到家，所以回到家的时候一打开门之后就会看到四周的大窗户还有外面的景象。可是过没多久呢，我儿子就会说，妈妈，那个窗户外面呢有一个阿姨在看我们耶。我就想，什么阿姨啊，在哪里？然后呢儿子就说，就在那个窗户外面走来走去啊。原本呢以为会不会是外面的广告看板或者是一些图案，可是呢我往儿子指的方向看根本什么都没有。而且最可怕的是，这里是5楼怎么可能会有人在窗户外面走来走去？因此呢我隔天立马买了非常多的布把这些窗户都盖起来，心里想说，儿子说的那个阿姨是在外面，那只要呢他看不到外面，不就没有事了。后来搬进去没多久，我就发现呢我儿子变得非常会说国语。因为呢当时的他还没有上幼稚园，而之前住在娘家跟阿嬷讲的都是台语，怎么搬来这里住之后呢，整个国语呢说得非常的溜。因为回到家呢都是半夜的11、12点，所以呢我都会先帮他洗好澡之后呢，就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玩，接着呢才换到我洗澡。然后呢当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玩的时候，我就会在浴室里面听到儿子在房间里面一直说话或者是一直笑，而且是用国语说话。一开始呢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有一天呢洗完澡之后呢，我就随口问他说，玩得那么开心是在玩什么啊？结果呢他就说，和爷爷奶奶玩啊，是爷爷奶奶我就问，什么爷爷奶奶啊？然后呢我儿子就抱怨，并且呢指着一面墙对我说，就爷爷奶奶呀，你都没有看到他一说完之后，我整个人本来刚洗好澡，全身是发热的，瞬间呢就变成全身发凉。我不知道呢要做什么反应，也不知道呢该怎么办，因为才刚搬进来没多久，我身上呢也没有其他钱能搬走，就算要搬呢也不知道能搬到哪里。所以呢每天回到家呢，我就听到他跟口中的爷爷奶奶玩。当时的我呢真的是吓死了，整个身心俱疲，也只能呢每天呢默默的祈祷，跟这些看不见的爷爷奶奶说，我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的单亲母女，
没有什么恶意，请不要吓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产生了带他要去封天野这种想法，希望呢能将他这个看得到鬼神的阴阳眼给关掉。后来在询问庙宇之后呢，才得知租的这间房子并不是什么凶宅，而房子里面的爷爷奶奶也不是什么怨灵，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任屋主的祖先而他们的灵魂呢会留在那里，有可能是当时要请他们离开的时候，仪式并没有做好，所以呢没有请走，也有可能是他们觉得这里是打拼了一辈子的祖厝，所以呢不愿意离开，因此灵魂才会留在那里。后来发现呢，我儿子看得到他们，又加上呢小孩子很可爱，所以呢每天才会找我儿子说话。由于这两个灵魂体是外省人，所以呢跟我儿子交谈也都用国语，因此呢我儿子那一阵子国语才会说得非常的溜。故事说完了。这个姐姐说呢，原本儿子去观天眼之后，应该呢就会看不到任何的鬼神，那就会没有什么事情。但没有想到这一关反而连这个姐姐自己也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而她跟她儿子的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可以分成好几集说。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咯，下礼拜五晚上9点，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看跟订阅。如果有婚礼、尾牙、活动、商演等需求，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我是佳佳，我们下周见喽，拜拜。